各位观众老友们好啊，欢迎收看《火力剧的神话演变》第3期。我想你们已经不记得前2期的视频内容了，对吧？不过我也没打算给你们回顾剧情。上期结尾呢，由于电脑的内存条松了，导致电脑死机，部分的素材没有了。等我再次上线之后呢，我发现不仅是素材没有了那么简单，我游戏人物也消失了。接着这个是我重新创建的人物，不仅是我人物消失了，除了箱子里的材料还在以外，其他的宠物也都消失不见了。好在我只要把鲨鱼辣椒收进了低温仓，放在了箱子里，而我现在就只能骑着鲨鱼辣椒重新开始发展了。哎，本来战士法师训到我已经无敌了呀，结果又搞这么一出，我现在整个人就像被巨蟹怪蛰了胸口一下，心疼啊！就当我已经认命准备一切从头再来的时候，我意外的发现我之前训好的战士法阵居然还在，还有另一只鲨鱼人也在。之前明明是把他们带到了灯塔下方，现在却回到驯服他们的位置，说明我的宠物不是消失了，只是回档了。至于我的人物为什么消失，我想可能是回档刚好回到了人物死掉还没有复活的时候。哎呀！我还以为这个兽人是来找事呢，原来是正在驯服啊！我说怎么打不到他们？由于我现在是新创的人物角色，所以只好用代码将他们的归属者改成我现在的新人物。我这可不算是作弊啊，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，要不然我真的要哭死！玩个神话演变也太不容易了。赶紧把神族的战士法师收进低温仓带走。回到灯塔之后，我准备了一些材料，造了一个铁匠台。携带刚刚训好的兽人出去寻找制作了 A 技所需的水晶。到目前呢，咱们这个进度才算是步入了正轨。据说蜥蜴人驯服生物的效率会很高，然后我就用鲨鱼辣椒训了2只蜥蜴人，在旁边我还发现了2只雌性的半人马。二话不说，直接训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测试下蜥蜴人的驯服效率。半人马小姐姐驯服好之后呢，与蜥蜴人一起都带回了灯塔。然后我发现灯塔现在太小，上下也不方便，所以我现在得搬家。最后决定呢，就搬到下面的海边，这里貌似是一个重生点。145雷龙。锤他！咋的这么多人？还有只雷龙。锤！哦，死神！这啥时候训了这死神呢？我啥时候训了只死神呢？我打这只雷龙是说我永远都不知道我还训了只死神。好吧，其实这只死神是一只人形生物召唤的，显然我当时还不晓得。而我们现在呢，就开始盖豪宅吧。豪宅嘛，差不多就竣工了。接下来咱们摆上熔炉、铁匠台、柜子，更多的柜子、兽人商店、人马商店，以及这些生物该收都收了起来。诶，等下，这个就是那个会召唤死神的家伙吗？看上去还挺帅的，那就叫你炮灰小帅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加了一个星际传送门的模组，但是看了一下，制作模组的熔炉需要黑曜石，这个简单，到草原上敲一些黑曜石就行。有了这个模组熔炉呢，就可以烧制模组专属的材料：金矿和硅岩矿。金矿是从金属矿里产出，硅岩矿是从黑曜石里产出。制作星际传送门呢，需要大量的金矿与硅岩矿。本来说倍率高也不怕需求数量多，但是啊，这个叠加模组的减负重偏偏没办法减这个模组的材料，所以每次出门打矿都带不了多少回来。最后想来想去，还是先整一个会飞的生物。我去打矿的路上看到一只龙虎兽，据直播间的观众们所说，龙虎兽还挺强，所以我现在就有新的目标，去龙虎兽。眼前的这只龙虎兽有爱心，说明可以和平驯服。我站在下面观察了半天，发现根本没有打算要降落的意思，所以我决定直接用捆绑给困起来，然后麻它。这脚步声不应该老远就听见了吗？跑到我脸上我才听到脚步声。困龙房建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看怎么把龙虎兽给引进来。对了，可以骑这个召唤出来的死神呀。这个死神居然会骑射，来。门呢？
找个机会下去。他把我卡住，半天出不去，这该死的死神！不过还好，把他困住了。但是我的包要怎么捡回来？这是关键了。我这个包要怎么捡回来？对，说不定过去它就变和平了。不对，必须要有这种侥幸心理才行。嘿，还真的是变成爱心了！天助我也！那我没带肉过来，忘带那个生羊肉。那死神嘎了无所谓，死神是这个 NPC 这个家伙召唤的。我去拿羊肉。哎，羊肉放好。哎，我靠，2口就好了，这爽爽的。来都来了，这就打点资源噻。我这看有没有黑曜石。有，哎，有。哎，朋友，下来啦，可以喂啦，你快下来，你给我等着，有本事你别走，有本事你别走。哎，你怎么越飞越高啊你？哎，不对，你怎么又飞高了？现在这个龙辐射是越飞越高。一开始打算在下面放柱子上去喂食嘞，结果发现距离相差太多了，然后我就跑到高处搭柱子。现在的高度是差不多了，但是呢，想要喂食这个家伙还是差太远。这个时候我想起还有降落伞这个神器，降落伞做好之后呢，但我感觉这个柱子的高度还不够，所以我决定到山上更高的地方给滑下去。为了保证成功率，我决定在山上搭柱子，搭高点。从上回来捡包之后，发现这个家伙的血氧进度已经掉没了，所以我还是决定直接引下来打晕好了。现在旁边这个箱子，把贵重的物品放在箱子里。现在想的是，咱们先爬到柱子上，用弓箭拉住他的仇恨，然后我跳下去打开降落伞，加入龙辐射往地面上引。计划通，开整。降落伞开早了。这嗝屁了，但是龙辐射也算是引到了低处。这次呢，我直接铺了几个睡袋，然后先让小帅召唤出死神。好，现在就可以去把龙辐射引进骷髅房了。不是吧？这么简单？这模组生物好像是不会跑的。靠！什么鬼？说来就来，反应都没有。我倒想引进来，这不是进来了吗？这情况好像不对呀，他45了呀！哎，停了！
没错，最后这个家伙还是不幸身亡了。哎，白折腾了那么久，这一切都要怪那该死的黑曜石。好了，咱们《生化演变》的第3期的内容呢，就先到这里了。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